高达动画现在真是越来越烂了，水魔拍的这什么垃圾？这 IP 还会有新作吗？确实啊，这2年的高达动画也就21年的闪光的哈萨维剧场版还可以。这部电影的制作水平，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再加上啊，是 UCC 的正统续作，在圈内的口碑呢可以说是相当之高。那么这部作品所带来的商业成绩如何呢？这里啊，我们来参考一下这张图。闪光的哈萨维电影是在2021年6月11日上映的，高达商品的销售额在这一期间呢是有一定的提升的。不过呢，这个增长曲线啊更有一点惯性增长的味道。是的，那2年刚好是疫情期间，可以在家消磨时光的高达模型，在那一阵受欢迎度是有着明显的提升的。闪哈的放映啊也是如虎添翼，让这波上升呢又迎来一个小的额外增长点。不过这时啊，大家可能注意到了，2022年7月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从此数据就开始疯涨了？那我们翻开日历啊，对照一下这段期间所发生的最大的事儿，可能就是水星的魔女地灵化的播出，以及以 HG 魔灵为首的一众水魔机体的发售。而之后22年10月与23年4月的2个峰值，则分别对应了水魔第1季与第2季的播出。这一点说实话啊，我也觉得很惊讶。我不是说要吹水魔啊，只不过呢，咱们有时候确实啊是要通过客观的数据来改变一些脑中固有的想法。水魔第0话和第1话播出以后呢，我其实是发过视频做过一个预测啊，水魔可能是一部披着学院风的，实际呢是描写国仇家恨的片子，说不定啊能让高达迎来第3春的。结果呀，随后的剧情那是一集比一集让人脑壳疼。我记得我是在白毛宣布要成立公司还是啥的那一集啊开始弃坑的。再加上水魔这部片子在国内的风评啊奇差无比，所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觉得我当年的视频啊瞎鸡巴吹，结果啪啪被打脸了。可是最近一阵我在做各种视频查数据的时候，惊讶的发现水魔的风评啊也许真的又是我国自有国情在了。先说话题度方面，水魔在推特上成为2023年热度第1的动画。没错啊，不是什么机甲类热度第1，而是整个 anime 分类里边的第1，拳打咒术回战，脚踢葬送的芙莉莲那种。再看看这个表啊，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整个日语区的推特热门榜，水魔呀也是拿到了第3的名次。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说这不过是水魔烂剧情出烂梗，那烂梗热度高罢了。可是呢，结合咱们之前看到高达的销售数据来看，水魔可能真的是实打实的又有热度又能卖，可它的口碑在国内就像是过街老鼠一样，人见人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此时啊，我突然想到一位故人，那就是 SEED 当年刚播出时的情况了。当年 SEED 刚播出时啊，那真的是 UC 老粉群星闪耀时刻，五湖四海的那种老 UC 粉，懂吧？不是说所有的 UC 粉啊，而是那种老 UC 粉都纷纷发来贺电，并在电话中呢由衷的表示，你这结巴玩意儿也算高达？这都什么狗血剧情，这都什么无双割草，就这破玩意儿谁看得下去啊？而不管这部分老粉丝怎么说，高达 SEED 确实是打开了新的市场，吸引了无数原本对高达毫无兴趣的新人入坑，并在网上跟那部分老 UC 粉激情互喷起来。之后 SEED 的播出，换主角加脑一血剧本的操作，让一部分 SEED 粉啊都看不下去了，纷纷加入怒喷 SEED 的队伍。而就是在剧本这么烂的情况下，SEED 的卖碟销量甚至超越了 SEED 第1季，而2部加起来的销量呢，更是占到了高达系列整个光碟销量的20%。这还是事后把独角兽那些作品算进来以后得出的百分比。如果换作是当年 SEED 刚播出那一会儿，只有 UC 和 W 商业成绩不错的情况下，SEED 的占比啊，那更是不敢想啊。水魔呢，肯定是到不了 SEED 当年那个高度，毕竟 SEED 当年霸榜时呢，那大街小巷啊，基本全是 SEED 的海报。水魔虽然热度高，但也不至于高成那样，但它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跟 SEED 是一样的，即高热度、高商业成绩、低口碑。而与 SEED 不同的是，那年头的老二次元啊，追剧都是在网上自己下载，或者是去买盗版碟来看的。也就是说啊，无论这个剧是否在国内正式引进，只要它够火，大家都会想方设法去看的。而现在不同了啊，时代早就变了。新一批的动画观众，只要各大视频平台找不到在线资源，对于他们来说啊，这部剧等于就是看不到了，基本没有几个新人啊还愿意去找下载地址什么的了。这也就导致了呢，水魔这部专门拍给新人看的剧，在国内呢却无法让新人接触到，失去了受众的它，自然而然的也就成了被老人们单方面吊喷的对象。而且更遗憾的是，那些当年支持 SEED、支持00的人，也成为了新时代的老人，直呼 SEED 再烂也比水魔强，或00之后无高达。当然了，这也不是大家的问题，这都是世界的错啊。日后无论是平成3部曲，也就是 G、W、X，
还是 SEED、00、AGE、铁血等等，你会发现，咱不说绝对啊，就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如果他们接触的第一部高达是这些作品，那么他们接触到这部作品时的年纪也基本啊就是学生时期。这里啊就不得不提一嘴焦达系列，虽然我个人尝试着看了好几遍都看不进去，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系列在学生群体的受欢迎度那是相当高的。换句话说啊，这个东西我看不进去就对了，因为它就不是拍给我看的。就像总帅说的那样，创造新时代的不会是老人。高达之所以对比同时期那些动画依旧能够有如此的活力，就是因为它始终在调整自己的受众，让自己的粉丝群体结构不那么老龄化。这一点呢，其实跟宝可梦很像。你小时候喜欢宝可梦，长大不怎么看了没关系，因为宝可梦就是拍给小朋友们看的，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才是让宝可梦能够稳坐世界第一 IP 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当然了，万代也并不是说只为了满足年轻人而抛弃了老粉丝。换句话说啊，高达也是相当照顾老粉丝的了。毕竟高达当年之所以会成功，就是因为它开拓了成年人的市场，所以啊，它也算是不忘初心，隔三差五的就会出一些老粉丝们会喜欢的作品，比如 GTO 啊、闪哈啊、SEED Freedom 啊。没错啊，SEED粉现在也是老粉了啊。当然了，老粉与老粉之间待遇也是有差距的，从闪哈和 SEED Freedom 的制作差距上就能看出来了。而且啊 ，SEED Freedom 的模型，说实话，真的是突出一个敷衍，可能制作组当初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纯奶粉做了，模型设计突出一个能省就省，能凑合就凑合。大多数的 HG 基本都对标不上现代 HG 的平均水平了，但就这 SEED Freedom 的票房啊，也创造了高达剧场版之最，超50亿的票房，是第二名相逢在宇宙的2倍多。哦，对了，闪哈的最终票房也差不多是20多亿这个数哈。还是翻开这个数据表，24年1月 SEED Freedom 在日本院线上映，6月份上映流媒体，也都分别对应了2个数据增长。这不，万代估计是又觉得 SEED 能够超出预期了，赶紧制作新作 Zero， 想要再榨干一波 SEED 粉的余粮。可以说啊，从闪哈到水魔到 SEED Freedom， 高达系列真的是新老两开花啊。所以高达这几年虽然网上一片唱衰，但一看业绩确实在节节高升，甚至在国内啊，随着几个高达基地的建成以及潮玩体系的宣传，认识高达的人啊真是越来越多了。不是高达不行了，而是咱们越来越老了，跟新粉丝群体脱节了。包括 UP 主在内啊，很多人可能都成为了那一部分老 UC 粉了。新番可能不是不好看了，而是不适合咱们看了。而抱着既然你拍我不喜欢看的东西，我就祝你抱死的心情来看待这些动画时呢，这些动画越成功，咱们自然啊也就越失望。可是呢，终究创造新时代的不是咱们这些老人，咱们就尽量啊做一个安静的老人吧，不用整天高调的到处宣泄自己的不满。和谐的小圈子也是离不开你我的一言一行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高达 IP 快死了，已经没人看了，其实是蒸蒸日上啊。提到高达 IP 现在的处境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现在的高达动画越来越难看了，都没啥人关注高达了，这个 IP 马上就要死了。可有的时候啊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，咱们高达圈粉丝的认知实际上啊往往会有些局限了，也导致认知上呢会有些偏差。今天啊，就让我们摆脱这个圈子言论的束缚，以各类相对客观的排行榜作为参考，看看高达 IP 当前真正的状态吧。咱们先说动画方面，这个啊也是高达的基本盘。回顾这个 IP 的动画历史，也曾经啊有几次高光的。一个是高达 Zeta， 在元祖高达于动漫界崭露头角之后，高达 Zeta 无论是在大众期待度上，还是作品的完成度上，都达到了高达历史上的第一个巅峰，口碑销量双丰收。随后呢，在经历了 ZZ 与 V 的低迷以后， G5 的传结束了 UC 宇宙线性叙述模式，新机动战记也就是平成3部曲开启。其中呢 W 的人气最高，虽然啊到不了 Zeta 的高度，但贵在打开了海外市场。咱就不说欧美市场了啊，就是中国大陆这边 W 吴小强啊都是那个年代无数人的第一台模型。随后在 X 和岛 A 2部剧上，高达2度遇冷。接着呢就是兼用卡战士高达 C 的问世，凭借着出色的机设、令人难忘的音乐以及对少男少女特工的狗血恋爱剧情，高达 C 的成为那几年动漫圈的顶流，也是高达 IP 的第二个巅峰时期。大量涌入的新粉与老 UC 粉丝形成了对立，基本上算是一刀把高达粉丝分成了2个部分。而随后推出的00更是万代最寄予厚望的一部番剧，从剧情打磨到作画预算都是直接拉满，也是当初日本第一部正式放送的高清动画。之后的故事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啊 ，AGE 这副国又是2连跌，这副国跌的有多惨呢？现在唯一一部没有出1:100比例高达模型的 TV 番剧，我不说是谁哈，大家都清楚，人家水魔刚播出没多久啊，还出了一个 FM 呢。铁血虽然第一季有一点起色，但整体评价呢也被第2季的整活给摁得死死的。这期间扛起热度大旗的，反而是从 OVA 转过来的独角兽 TV 版，无论是作画水平还是机设与音乐，
对于一般的 TV 动画那都是降维打击。当然了，由于一些动画的表现问题，依然不被很多老 UC 粉丝接受。最后呢，就是水魔在中国的，记住我说的啊，是中国的高达圈内那是唱衰一片，什么有史以来最烂的高达番，什么完全没有人关注的高达番，各种定义啊全都给扣上去了。要是以咱们的这个视角啊来顺这个高达番剧历史，好像真的是从10年以后人气啊基本是一路下行，更是有很多人高呼00之后无高达。新的番剧要么没内涵，要么太幼稚，根本没眼看。首先啊，我们要承认高达老作品的内涵，包括大家经常提到的反战思维，确实在新作品中是有所欠缺的。哪怕是偶像剧 C 的，它毕竟也是某种意义上的 UC 重置啊，里面还是有不少战争的反思的。而这些正是老高达粉丝所热衷的点。但新时代动漫粉丝啊就不太相同了，他们其实并不在乎什么所谓的内核，片子看看有乐趣就行了。在很多老粉丝眼中，某些作品如果不叫高达，或许啊就看下去了。但这个底 buff 对于新粉来说，那是完全不存在的。这也是会造成认知偏差的一个重要因素。老人不看新番，新人不看老番，这种观念的对立，要比 C 的时期的圈内斗争更为要命。咱们就拿大家最近批判的比较多的水魔来说吧，校园高达剧、拉拉高达剧、LGBT 高达剧，这玩意儿正常人谁看呀？还别说，看的人啊还真不少。看看2023年推特话题榜，水魔在动漫领域直接是拔得头筹，成为受关注度最高的日漫，甚至在总榜里边都拿了第3。有的人说他这么火，我咋没感觉到呢？因为水魔国内没有正式引进啊，我见过太多的人想看水魔都不知道去哪里看，毕竟找网站下载追番的技能现在已经快濒临失传了。水魔面向呢又恰巧是这部分不会下动漫看的新时代动漫爱好者，导致了想看的新人看不到，不想看的老人不去看，那自然是没有热度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洗水魔啊，水魔我自己也是追到7、8集就没有再追了，我只是阐述这个客观事实啊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刚才咱们说的还是高达正剧的部分，对于大家诟病的年轻人不看高达的问题，其实啊焦达系列就完全弥补了这部分空缺。我见过太多的学生群体就是通过焦达番剧才了解高达这个 IP 的，虽然我个人也尝试了好几次看焦达，却实在是看不进去。但不能否认的是，焦达在吸收新人方面算得上是头功。万代的策略也很明显，不断的出高达正剧以及老系列的高达剧场版什么的，将老人留住，再通过焦达融入新鲜血液。这个打法目前看来啊，效果也确实很好。说完了动画呢，再来看看模型。模型这边就更不得了了啊！如果说动画那边的热度还是分海外和国内市场，认知有偏差，模型可就真的是风景这边更好了。我们上期视频中就讨论过，过去啊都是靠高达动漫打广告来卖模型，现在呢可能恰好相反，模型的破圈速度要远超动画本身，很多人反而是买了模型才来看动画。尤其是这几年高达基地开始入驻中国，咱多了不说啊，就拿上海司机师傅举例，自由立项刚建立时，我去上海打车，说去高达雕像那儿，司机师傅说高达是啥啊？我说就是那个大型的变形金刚啊，司机这才听懂。而过了1年以后呢，当我再去上海时，又上车说去高达立项那里，司机师傅还真听懂了。这就是线下店带来的影响力啊！当然了，也不是说因为有了线下店，品牌效应才起来，而是万代经过调研，发现国内模型购买力啊确实是越来越强了，才会下血本投资线下业务。要知道高达立项这玩意儿，除了日本啊，也就中国有了。说一个中国是高达第2大市场没毛病吧？有人说中国是高达第2大市场也没啥呀，高达本来就是个小圈子的东西，当它的第2大市场有什么意义呢？来啊，咱们来看一组数据。2023年双11 IP 价值榜，高达超越了奥特曼，仅次于迪士尼全 IP， 排名第2。这个名次啊，想必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吧？明明身边就没几个玩高达的呀，怎么排名比变形金刚还高了？然而呢，这个就是事实。与咱们圈内认知不同的是，高达被划为潮玩这件事呢，在圈外人眼里，这还算是给它贴金了嘞。毕竟国内是潮玩概念先火起来的，后来呢才把高达也给放进去。抛开潮玩这个词在圈内不太好听，我个人啊倒也不是太抵触。虽然更多人来买模型，导致模型市场被导狗盯上，好模型被炒上天价，我也挺难受。但是呢，想到自己热爱的 IP， 喜欢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还是打心底高兴的啊。而放眼全球市场呢，就算在高达00之后，也就是大家所谓的人气1年不如1年的时期，高达周边的销售成绩也一直在万代本家排第1的。只是前几年呢，龙珠表现太亮眼，把高达给比下去了。但就算如此呢，高达的销售额啊，也其实是呈增长趋势的。甚至在今年呢，高达又反超龙珠，再次成为万代当家花旦了。这可是实打实的用成绩说话。有人说不对呀，很多老粉丝都退圈了，不咋买模型了 ，MG 也是1年比1年少了，模型部不都快凉了吗？来看看这个表啊，2023年的模型销售额年报，基本啊是水魔图榜。这也验证了2个事实，一个是水魔的热度呢
呢实打实的直接体现在模型销售上的。一个是模型销售的主力始终还是 HG， 出了一部新番动画 HG 卖得好，当年的销售额啊就不会愁。所以总的看下来啊，高达不论是动画还是模型，现在绝对不是什么半死不活的状态。我能理解很多人不太喜欢现在动画，不太高兴万代不咋出 MG， 但其实跳出咱们这个已经有点固化的小圈子来看，高达呀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老 IP。也希望大家少一些固执己见，多一些包容，把心态放平，去喜爱这个顺应市场生存的 IP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